下个月是婆婆60岁生日，她很重视，所有的东西都要提前1个月准备。今天正好是我陪她去买新衣服。说实话，我很反感，更不愿意和她一起出门，因为当年我生女儿的时候，医生刚把女儿抱到我床上，婆婆李梅就当着大家面令我今年必须怀2胎。到现在我都能想起当时医护向我投来的同情目光，我则一口拒绝，我就喜欢女儿，再也不生了。自从被我拒绝上2胎后，她就天天说我配不上她儿子。她说她儿子985毕业的，收入高，学历高，长得好看，而我就是一个普通本科生，4位数的工资，肚子还不会生。她要孙子，我偏偏生了个女儿，真是没本事。她经常对我说，胡隐隐，你竟然嫁进我们家，要知足，要听话，让你干嘛就干嘛。我是狗吗？为什么要听话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忍下来的，可能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吧。我在这边辛辛苦苦挑衣服，选了好多样式，婆婆都不满意，一边坐在休息区喝茶，一边挑剔，我心里再不满，也只能脸上挂着笑继续挑。突然听到导购说，阿姨，您真幸福，儿媳陪你逛街，为你挑衣服，你们关系真好。她冷哼一声，白我一眼后说，我儿子是公司高管，赚着钱好吃好喝的养着他这闲人，陪婆婆逛街是便宜了他。导购脸上的笑容变得很尴尬，不知该如何接话。听完这话，我把手里的白色开衫放下，拿了件他最讨厌的黑色外套向他递过去，妈，这是当季新款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李梅看见黑衣服瞬间变了脸，对着我劈头盖脸一顿骂，60大寿你选个黑色，胡莹莹你是给我祝寿还是奔丧？我抿起嘴，一脸无辜，妈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黑色很百搭，很显气质的，你要不喜欢我再换。这时电话响了，是女儿班主任打来的，对方语气着急，走文妈妈，你快来学校一趟吧。文文说自己是男生，非要进男厕所解便，同学们说她是女生，她生气堵着门口不让别人进，害得不少小朋友要裤子了。我心里咯噔一跳，顿时意识到了不对劲，胡莹莹，你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去给我选衣服啊！李梅见我没动，扯着嗓子吃喝我，我压着突然生气的怒气，沉声道，妈，我现在要去学校一趟，老师说文文非要去男厕所解便。李梅不满地拉住我，多大的孩子分什么男女，要去男厕所就去，你是找借口不愿意给我买衣服吧？一个女孩子一直说自己是男生，并且不愿意去女厕所，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吗？别人说就算了，可她是孩子的亲奶奶，居然不当回事，还说我找借口，我懒得解释，商场人也多，不想和她吵架。我强行挣脱开她的手，冷声道，我要先去幼儿园，你慢慢逛。李梅急眼了，你今天要不给我买了衣服再走，我和你没完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平时看在女儿和作伟的面上，再过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今天你不把我女儿当回事，那你在我眼里又是哪根葱？我没搭理她，掉头就走，只听见身后老太太气得大吼大叫。我赶到学校后，老师是这么对我说的，文妈妈建议你带文文去医院看看，她好像对自己性别有误解，总说自己是男生，不论老师同学怎么跟她纠正，她都坚持自己是男生，在班级只和男生做朋友，还会学着男生欺负女生。从老师办公室出来，我压着情绪将女儿抱在怀里，宝贝，你是女生，怎么能去男厕所解便呢？女儿立马反驳我就是男生，我是男生，不是女生。她在我怀里挣扎，排斥的厉害。女儿的反应硬撞老师刚刚说的，一提她是女生，她就脾气暴躁。我抱着她的手在抖，咬紧后槽牙才压下怒火带她离开。回家路上，老公周围打来电话，刚接通，他劈头盖脸一顿输出，胡莹莹，我妈挑60大寿穿的衣服，你让她自己在店里走人，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了一阵冷笑，你妈没说我为什么中途离开，她不以为意，就因为我妈不喜欢你挑的黑色，你甩脸子走人，你明知道她最讨厌的就是黑色。李梅可真行，倒打一耙的本事见长啊！我深吸一口气说，我走是因为老师突然打电话过来，文文在学校非要去男厕所解便，她现在心里已经出问题了，我要带她去医院看看。这么说也是希望周围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先把家里的老太太解决好，省得又闹幺蛾子。可她的反应就让我失望了，这么点小事，5岁的孩子分不清很清楚，你就是在找界限，是不是心疼钱了？我给你1万，你立马回去把衣服给我妈买了，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？女儿出问题，别人怎样没关系，当爸的居然也不当回事，我失望透顶，不想当着孩子的面和他吵，干脆挂了电话。今天太好了，太晚了，医院没好了，我在网上挂了个明天的号，然后带女儿去玩放松心情。晚上回到家，屋里漆黑一片，周文都是按时上下班，这个点还没回家，肯定是去周西家了。周西是他亲姐姐，姐弟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姐姐是他的，别人也不错，唯一的问题是手伸得太长，老爱管我。9点周文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带着孩子去一趟，我说明天一早要去医院，没时间过去，因为每次跟婆婆闹矛盾，她会去周西家，想让她回来就得我去请。我的过程就是我被他们母子3人轮番教训，还要笑着赔礼道歉。以前作文说他妈自己辛苦拉扯，带他们姐弟不容易，让我忍一忍，我不想他被家在中间左右为难，不得已选择妥协，可今天我不想忍了。这一晚他没有回来，意料之中的是每一次他都会站在婆婆那边，我早就习惯了，只是看着另一侧空空的床，左心房仍旧堵得难受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便带着文文去了医院，检查结果简直五雷轰顶，性别认知障碍。我拿着报告的手都在哆嗦，医生，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？医生看着报告，眉头微蹙，患者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性别，他的身体结构是女生，但心里认定自己是男生。我心里一紧，
那医生要怎样才能纠正他的心理呢？医生打量了我女儿，蹙起的眉头拧成川字。先把头发给她留起来，多穿一些小女孩喜欢的公主裙什么的，尤其是生理上，家长也要借助生活细节提醒她性别。我看着文文，她穿着白色短袖短裤，留着寸头，一点也不像女孩子。其实以前我也喜欢给文文穿长裙，扎小辫子，戴小发夹，把她当小公养。可李梅搬来以后，她开始插手家里的一切，倾尽强迫，传了他们的天了。一天天说文文是他的孙子，有一次他蹭我上班，还把文文的头发剪成了寸头，为此我和他大吵一架，可还是无力回天。我双腿发软，无力的问医生，还在奶奶重男轻女，经常拿他当儿子养，跟这个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，而且影响非常大。小孩生下来就是一张白纸，什么也不懂。你们说他是男生就是男生，说他是女生就是女生，当男孩养可以，但在心理上必须让他知道自己是女孩，不然他这个性别认知障碍影响的是自己的身心发育，将来越来越严重，会引发更严重的精神疾病。你这个当妈也太不称职了，小的年纪心理就出现问题，什么年代了还重男轻女，这种思想会害了孩子一辈子的。我握着报告的时候都在抖，医生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改正，你要带孩子定期过来上心理课程，家里也要尽快解决好，从里到外的让孩子明白她是女生，知道吗？从医院出来，我抱着文文在车里喝，都怪我，若不是我一味的忍让，文文也不会变成今天这样子。文文还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见我哭了，心疼的替我擦眼泪，妈妈，你是因为文文去男厕所才哭的吗？可文文是男生，不能去女厕所呀。心脏绞痛，我捧着他的小脸，严肃且认真的强调，文文，你是女生。文文不解的望着我，可奶奶说我是男生呀。我像是身体被塞了棉花，闷压的难受，艰难的吐了口气，才说，宝贝，你是妈妈生的，妈妈比任何人都清楚你的性别，你是女生，从今以后我们就做漂亮的女孩子，好吗？我带着文文去了商场，买了各式各样的裙子，公主席、小帽子、小发夹，带她看来来往往的行人，让她知道女性的各种样子。文文不解又茫然的任由我摆布，看她懵懂的神情，我说不出的心酸。还没走出商场，电话就响了，刚刚买东西刷的是周围的卡，这会儿给我打电话，肯定是来质问我的，我没有接，不出。不意外的，晚上周围回来了，他一进门就酸言酸语，胡莹莹，你可真有意思，让你给我妈买衣服，你甩脸再走人，用了我的钱逛商场，刷几千块，演的不眨一下，真是给你脸了。我看着周围小肚鸡肠的模样，真替自己可悲，当初为什么不听父母的话？刚认识时他还是穷学生，我工作的比他早，在他读博的时候，约会基本上都是我出钱。他毕业后工作步步高升，越来越忙，就开始哄我辞职，理由是他现在有能力了，不想让我那么辛苦，把我哄在蜜罐里。结婚前，我妈就对我说，周围以后收入越来越高，而我选择做全职主妇，时间已久，肯定抬不起头。那时候我特别想要做一个特别的工作，我和宗伟是真心相爱，为了家庭牺牲自己，他只会更加心疼我。结果呢，头几年我和宗伟的确很幸福，他的主卡随便我用，下班就回家帮我带孩子。可李梅来了以后，一切都变了，宗伟慢慢的收回主卡，只给我副卡，从不信我，限额度到1个月只能用6000。今年文文读12元后，我找了一份工作，副卡的限额降到了3000，另外3000我花自己的工资，有时候突发情况用超支了，李梅还会让我写明细。我一直觉得只要周围没出去乱搞，心还在我身上，妈宝就妈宝，为了文文有个完整的家庭，我忍忍就好了。可现在我为了家庭牺牲事业，照顾他和孩子，最后只换来他趾高气扬的瞧不起我，真该扇自己的耳光。我的目光飘向沙发上的勾带，我买的全是你女儿的衣服，没在自己身上花一分钱。他冷冷道，我妈前段时间刚拿过来那么多衣服，为什么又要重新买？周围指的是他只能买，男孩的衣服又脏又破，有的洗不干净，还带着大片的污渍。听他这么说，我直接把收拾好的机口带衣服全提出来，摔在他面前，你说的是这些吗？不然呢？周围没好气的说。我站起身，径直去厨房，倒了2桶油出来，全部灌到衣服里面，冲他吼，现在可以买新的了吗？他梗着脖子骂我，胡莹莹，你是不是有病？我没病，你女儿有病。我将报告摔在他面前，他才5岁，就患了性别认知障碍，都怪你妈，天天给他穿男装，天天说他是男孩，他明明是女孩，我以为他会关心女儿的情况，可他没有，他只愣了一下，就嗤之以鼻，要不是你生不出儿子，我妈怎么会拿他当男孩养？这一切的根源都是你。我被他这番话气得直哆嗦，里面无知就算了，周伟居然也这么无知，你家有皇位继承吗？非要儿子？他冷笑嘲讽，你肚子没用，就别怪我妈把他当儿子养。再说，女儿当儿子养怎么了？当妈的没用，生个女儿也没用，穿点男孩衣服，随便几句话就心里有问题了，矫情。周伟，我的怒火在胸腔沸腾，被气得说不出话。他继续咄咄逼人，胡莹莹，衣服的事我可以不和你计较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立马跟我去姐姐家接我妈回来，要么就离婚，2选1。我气笑了，你又想让我去向你妈赔你道歉，求她回来。他说，你不该向她道歉吗？我回，我没错，但我选第2，离婚。我进屋签上文文，拿上提前收拾好的行李箱，他看到我提着行李箱愣了一下，随即嘲讽道，欲擒故纵，胡莹莹，
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走出这个家门，就永远别想再回来。我头也不回，带着文文回了娘家。大晚上的，我没打招呼，突然带着孩子回家，爸妈就什么都明白了，但他们什么也没问，热情的拉着我们母女进门，我妈开心的抱着外孙女，我爸则第一时间替我拿行李进去。回来了就踏实住下，你的房间我们每天一直打扫，床单被罩一直在换的。我红为眼眶，谢谢爸妈。我妈一起抱着我和文文，因爸妈永远是你的后盾，勇敢的做你想做的事。文文睡后，我跟爸妈提了文文的病情，二老气得不轻。接着我说要离婚的时候，他们都十分支持，一定要离婚，只要能摆脱那家人，净身出户都行。文文的病，我们倾家荡产也要治好。谢谢爸妈，净身出户是不可能的，文文变成今天这样是他们的错。我做全职主妇也付出了很多，如今要离婚，我也要争取自己应得的那份。在娘家的日子，真的是我结婚后最轻松自在的时光了。每天我爸负责买菜煮饭，我妈帮我带文文，我能全心全意去上班。婆婆和妈妈的区别大概就是，前者觉得你嫁过去是要伺候她的，而妈妈不管你多大，始终把你当宝贝疼爱。在邹家那几年，我都快忘了，我也曾是被爸妈捧在手里的小公主了。到了时间，我和我们的家人，我妈一起带文文去上心理课程，看着文文每次纠结痛苦、崩溃大哭的模样，我真想亲手做掉周伟和李梅。我真的是个不称职的妈妈，都怪我一味的忍耐，才让文文受这样的罪。周伟一直没联系过我，就连离婚协议也没发过来，我也不着急，反正家里的保姆跑了，急的应该是他。1周后，他终于来了，我爸开的门，他约过我爸进来，不情不愿的冲着他们叫声爸妈。文文看到他，高兴地扑过去，爸爸。他面无表情的看着文文，并没有伸手，而是将他推给我爸妈去找外公外婆。我有事跟妈妈说，爸妈不太高兴，对我劝着带文文去卧室了，屋里就剩我们俩了，我才开口，周伟，平时我再不开心，对你妈也客客气气的，这是我家，你态度摆好一点，觉得伤你脸了。周伟嗤笑的，你带着孩子回娘家，跟他们告状的时候，怎么没说伤我脸了？想让我给你脸，你给我脸了吗？我拿出打印好的离婚协议给他，我不会道歉的，离婚协议的事要没问题就签字。下午我们就去民政局申请，他见条条框框写得很清楚，目瞪口呆的盯着我，你真的要离婚？不然呢？我接着说，女儿和房子归你，我只要自己名下的车子，还有婚后你收入的一半，房子是婚后买的，月供也是他还的，我是家庭主妇，没有收入来源，想要顺利离婚的话，房子他家肯定不会给我的，就连婚后的共同收入怎么分配也是一大难题。至于文文，他家本来就嫌弃女儿，肯定不会争抚养权，我只得以退为进，才能争取到我们母女应得的那份。什么？周围大吃一惊，你连文文也不要？他惊讶过后嗤笑一声，干脆坐在沙发上，笑起二郎腿，欲擒故纵演过了，今天我来接你们，给你台阶就下，赶紧收拾东西跟我回家。我冷冷看着他，麻烦你看清楚就签字。他这才明白我不是开玩笑，睁大了眼睛，真要离是吧？我答，是。胡莹莹，你这协议我不同意。他把协议往桌上一摔，愤怒道，想把累赘丢给我，你再分走我一半的钱，痴人说梦。我们情投意合生下的女儿，爱情的结晶，现在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成了累赘。我被气得目瞪口呆，一时说不出话。周围以为我怕了，更加肆无忌惮。你以为自己是香饽饽呢？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要不是看你可怜，我早就不要你了。你提个条件，我都不答应。周围大喊大叫着，摔门走了。临走前他拿走了协议。爸妈听到声响出来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美。刚刚的话他们全听了去，我强颜欢笑，爸妈放心吧，没事的。爸妈心痛的叹息一声，哎，很快李梅找上门来了，周伟没来，我觉得很讽刺。谈离婚，当事人不在场，全程由自己母亲出面，这也说明了一件事，我在他心中早就可有可无，只是自己装不知道罢了。离婚条件无关他答应与否，只要李梅同意就可以。李梅一来就四处打量我家，嫌弃的说，你想跟我儿子离婚，考虑清楚了吗？我觉得可笑，嘲讽地道，你儿子不是挺厉害的吗？离一个婚都不敢当面说，派你一个小学文化的来，写一书看明白了吗？李梅是发自内心的瞧不上我，这几年从来只有他呵斥我的份，今天我也算出了口恶气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还想要我儿子一半钱。李梅怒火一下就被点燃，扬手就给我打过来，我抓住他的手柄甩开。婚后他挣的钱都是婚内共同财产，不懂就会去找你的好儿子科普一下，你大可以为了钱让你儿子不和我离婚，反正我不会生二胎，他如果敢出轨找别人生，那我就告他重婚，到时候他不仅要分给我钱，还要坐牢，连工作也保不住。李梅的嚣张气焰一下子凝固了，她害怕了，她在思考，我趁热打铁，继续说，你要不信就试试，反正我一天没和你儿子离婚，你儿子的钱对我一半，对我来说稳赚不赔。李梅最在乎的只有2件事，一是他儿子，二是孙子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她一听立马就提出别的条件，你要分一半也可以，但周文必须由你抚养，正合我意，我抚养也可以，但周文必须出抚养费。他满脸不情愿，单位老人，儿子能摆脱我，一咬牙说道，成交。他离开的时候满脸的狡猾，我只觉得好笑，说，回去提醒你儿子，现在做什么都会有痕迹的，要想尽快摆脱我，该我多少就多少。我一个小员工，丢工作不怕，可他毕竟是个大集团的经理。里面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，他咬着唇没说话，眼神能凌迟了我。我回邹家收拾东西的时候，里面黑着脸骂我，骗我儿子那么多钱，别得意太早，不过比你死丫头看病的。赶紧收拾东西滚，你离婚带个拖油瓶，一辈子别想嫁出去。我家小伟离婚后，
多的是人给他排队，给他生儿子，那就祝你儿子给你生一个足球队的孙子。关上门，隔断了他的嘲讽，也结束了我这段可悲的婚姻。我和周伟1个月后正式离婚了，我们有重合的圈子，得知离婚的消息，大家来问我，我直接晒出婆婆上门打我的视频，然后说他家拿我女儿当儿子养，害他得了严重的心理疾病，邹家有皇位继承，我生不出儿子，当然要被抛弃了。朋友们都很震惊，除了大马周围不是东西，也纷纷陪着我安慰我，其实我也还好。识破渣男中男情女的真面目后，已经收拾了心情，准备重新开始。谢谢我的朋友，在这段时间帮我走出了阴影。离婚后，我搬到爸妈家同住，他们帮我接送文文上学，陪我一起带文文去医院。文文天天治疗，远离了李梅，她渐渐认识到自己是女生，开始期待穿漂亮的裙子，有了小女孩的特性，也不再因为生理和心理的冲突而感到茫然恐慌。我发给我一个截图，是李梅在朋友圈的说狠毒又放肆地中骂着一个女孩，原来是周围有了新恋情，对方未婚先孕2个月，可后来偷偷做性别检查，发现是女儿后就逼着女方打掉了。李梅还告诉对方，如果下一胎还是女儿就继续打胎，一直到怀上男孩再结婚。女方吓得什么都没要，连夜消失了。因此李梅才在朋友圈骂人，成了一个别人眼里的笑话。我妈听说后气得捶胸口，李梅和周围就不怕遭报应，打胎多伤身子，不过也跟我没关系了，还好我摆脱得早，远离了这对母子。1年很快过去，文文的病已经彻底好了，变得爱美且话痨，成天叽叽喳喳的讲个不停。我和周围之间唯的联系，就是每月他向我卡里打2000块抚养费，他没有联系过我，更没看过文文一次。时间久到，文文都快忘了他爸爸长什么样子。意外的是，今年文文生日的时候，他却亲自带了2万4的现金过来，这钱不是给他女儿的生日红包，而是1年的抚养费。他说我要结婚了，妻子比我小10岁，是头婚，我要给他10足的安全感，以后的抚养费1年给你1次，尽量少接触。他嘴角挂着幸福微笑，谈吐间能听到优越感。你放心，抚养费我会按时给，毕竟你带着孩子以后不好找。他眼里的洋洋得意几乎要溢出来，今天是借着给抚养费的理由向我炫耀，看他离婚以后可以找到年轻美貌的女子，而我带着孩子嫁不出去，只能靠他施舍抚养费，就很普心。不过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陪着女儿一起长大，认真工作，安安稳稳的生活不好吗？我在宗伟得意的眼神中接过钱，从他笑了笑，那我建议年付都改成转账，毕竟我们彻底不见面，你老婆才更有安全感。祝你新婚快乐，虽然你亲自过来告知，但我也不会报仇。高分子前的慢走不送，炫耀失败，他气冲冲的走了。我过得充实且快乐，因为专注工作，事业越来越好。以前我在商场当店员，因为这1年表现好，提升成了店长，领导还说再努力一把，我能到总部去工作。爸妈也想过再给我介绍对象，但我不想刻意为了婚姻而结婚，更何况自己带着女儿过得那么快了，也不想改变。感情的事情还是看缘分吧。不过没多久听说周围终于结婚了，共同的朋友给我发过婚礼视频，布置得很豪华，估计是先把人哄到手，再说生儿子的事。朋友虽然是开玩笑，但李梅母子真做得出来，希望那女孩命好。没有再关注过他们一家的事，但有件事我必须要找周伟了。他去年给了抚养费，可今年一直到年尾也没给过1分钱，本想过晚年找他谈谈的，却没想到他先找我了。周伟给我打电话向我炫耀，胡莹莹，我有儿子了。哼，我冲他冷笑，恭喜你，之前你是不是该把女儿的抚养费结一下？他那边的声音冷了几分，你能别在我开心的时候。我咬牙，你生男生女关我屁事，在我这里炫耀个什么劲？周伟，你就算有了儿子，女儿的抚养费你也得给，我就是告诉你，幸好和你离婚了，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有儿子。他说完就挂了电话，我再打过去骂他，他直接给我挂断了。这个垃圾，他有了儿子，更加不会想到我女儿，不想让我女儿听到他恶意重伤的话，我干脆把他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黑了，不给就不给了，等他老了，也别想让我女儿给他养老。可没想到，我竟然在上班的商场偶遇了周伟。周伟推着婴儿车，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，光积木玩具的袋子就占一大半。李梅则满面笑容的陪着，手里拿着玩具，时不时的逗一下婴儿车里的男孩，我就当没看见，准备回店里。周伟却叫住了我，胡莹莹，好歹我们夫妻一场，你不理我没关系，但我妈好歹是长辈，叫一声总可以吧？我看着他，冷声到连抚养费都不给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？周伟脸上不满的神情更阴沉了几分，李梅则阴阳怪气的说，谁稀罕你叫，儿子都生不出来，凭什么要小伟给抚养费？你要是生个儿子，要什么小伟给什么？至于过现在的穷酸日子吗？周伟一脸骄傲，冲着婴儿车里的男孩说，宝贝，你还有一个情人，姐姐在这个阿姨家，以后给你买多的或者不要的玩具，咱们就送给她，当我女儿是要饭的吗？需要他们家施舍。李梅接着补刀，有这么个忘恩负义的妈，文文以后铁定不认我们，丢了都不要给她。我真是被气笑了，脱了工装外套，我才指着他们骂，你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离婚这几年，我们母女有主动找过你们家吗？别老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我女儿是外公外婆捧在手心的宝贝，谁稀罕你们的破玩具？我还怕有病传染给我女儿呢。我这句话提到了李梅的宝贝孙子，他立马就对我破口大骂起来，污眼。我连慧语简直难听极了，骂我也就算了，连我女儿也不放过，什么赔钱货都骂出来了。李梅的嗓门又大，婴儿车里的男孩哇大哭起来，我被吵得脑仁疼，立即通知保安让他们过来。这时李梅又骂道，你们胡家已经绝后了，你有在商场打工的时间，还不如去找个接盘的，省得老了没人养死在床上。我气不打一处来，
那也没你死得走，你们有什么可得意的？你这孙子一点也不像周围，有着故意来找我茬的时间，不如先去做鉴定。再说一遍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。还好保安来了，拉住了他们，我就趁机溜了，怕他们再去我工作的地方闹事。我请了几天假，也向总部申请调离岗位。过了几天，里面那缺心眼的玩意儿，大半夜又打电话骂我。当时我睡得正香，也没仔细看是谁就接了，被他一骂瞬间清醒了。他大半夜的骂我干什么？我又怎么惹到这对神经病了？后来我一想，肯定是走家出什么事了呀。挂了电话，我就去打听了一番。原来那天我说宗伟儿子不像他以后，宗伟也越看越觉得不像，就偷偷去做了鉴定，结果还真不是他的种。宗伟发现他自己不但被绿了，连儿子也是别人的，一怒之下把他老婆狠狠打了一顿，把人打进了医院。女方也不干了，要告周伟故意伤人，要去他单位闹。李梅怕影响他儿子，忍辱负重跟女方赔礼道歉，还保证不再追究孩子的事，然后自己憋着一肚子气，大晚上的气不过，就找来骂我。我哭笑不得，他们家的事关我屁事，骂得着我吗？警告李梅再打电话我就报警。老太太现在也怕警察这2个字，立即偃旗息鼓了。后面我让朋友打听打听作家的事，知道周伟过得不好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没想到更劲爆的还在后面，周伟老婆刚出院，周伟又住进去了。虽然答应不报警了，可周伟老婆心里有气啊。晚上趁周伟睡觉的时候，他在油里面加满了小米辣椒面，直接一盆拖在了他身上。李梅当时就吓懵了，反应过来后，一边追着他媳妇打骂，一边打120。那姑娘是个狠人，抱着孩子看都不看周伟一眼，还学着李梅在小区里哭天喊地的控诉他几年来的委屈。他说自己刚结婚就被要求生儿子，怀了女儿就被强行拉去打胎，还说自己流产了几次，身体真的受不住了。可离婚的话就一无所有，单粹剑走偏锋，坏了人怀孕，以为生儿子就能过上好日子了。但李梅和周维没有给过他半分尊重，平时把他当保姆，月子期间连个月嫂也不肯请，还嫌他恢复太慢，不能生2胎，这样羞辱的事比比皆是。上次被打进医院，则成了压款的姑娘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她在小区里哭完，撂下一句：我不好过，你们周家也别想有好日子。这件事成了我们当地最热闹的八卦，甚至还登上了电视台，周家成了远近闻名的名人。只不过这个名是臭名，周伟被严重烫伤，连生育能力都没了，他老婆也因为故意伤人被抓了起来。可后来听说李梅怕周伟再也找不到老婆，干脆签了谅解书，把他老婆放了出来，条件就是照顾周伟一半。除了这女的，谁还愿意跟着他？至少原谅了他，身边还能有个女人。儿子虽然不是他的，好歹跟着他姓周，总要留个后。种种奇葩操作，简直晃瞎了我们的眼。我的朋友纷纷发来消息，说还好我逃得快，不然摊上这种奇葩母子，真的是一辈子都要搭进去了。我将怀里的女儿抱紧了几分，真庆幸啊！虽然没了奶奶和爸爸，可文恩还有妈妈，有爱他的外公外婆陪在身边。因为忙着照顾周围，里面也没空来找我的茬了。我的生活归于平静，渐渐的把这对奇葩母子掏出脑后，用力去保持平静。我过了段时间陪我妈去医院检查身体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缠板绷带、戴着鸭手帽、戴口罩、遮挡岩石的男人从对面走过来，他身边跟了一个女人。原本我没注意，但那女人突然吼了一声，能不能走快一点，腿瘸了吗？这一声怒吼再走到很显眼，大家纷纷看了过去。后面有个老人抱着孩子，手里大小袋的提着东西，因为重，所以慢了他们一截。老人一听，缩了缩脖子，没看我提这么重，你也不帮下忙，后来你这废物儿子不够，还要伺候你。女人立马拔高的声音，你女儿不是很有钱吗？让她给你请个保护。我母子似乎你呀。那老人就是李梅，缠板绷带的就是周维，吼李梅的是周维的老婆。抬眼间，那女人又继续骂了起来，让找你女儿要钱就哑巴了。以前骂我的时候不是挺厉害的，我大肚子的时候还让我给你搬柜子，现在让你提点东西就走不动路，你还有什么用？一些围观者本来想打抱不平，听到这话又都沉默了，只是看戏班看着这一家人，再看李梅，她瞅了一眼周维，见儿子没反应，也只能将委屈全部咽下。我看着细细不已，真应了那句话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我晚安。反正我妈准备离开，台某间与周维四目相对，她认出了我，慌乱的转身，拔腿就走，大概是不想让我看到他这狼狈的模样吧。他老婆在旁边不明所以，走那么快做什么？赶着去投胎吗？顺着目光，李梅也看到我了，几年不见，李梅头发已半白，身形略微佝偻，蓬头垢面的，没有当初半分精致的模样。她心虚的埋下头不敢看我，用手遮挡住脸，尴尬的躲开了。我当没看到，微微一笑，挽紧我妈的手转头就走。我过去的事就让她出去吧，我也要开始我的新生活了。全文完。